这两天啊，网上传一个很火的消息啊，就说沙特宣布了，说所有销往亚洲的石油啊，都需要用人民币结算。那真要是这样的话，那石油美元可能就真的要凉透了。而石油美元要是出问题的话，那又意味着美国的金融霸权它有可能出现坍塌。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消息就说了，说这沙特呀，跟这个大家说了，说亚洲的朋友们想要石油和能源吗？想要的话，那拿人民币来买吧。这说实话，这个消息啊，不太准。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的，这其中有很大的夸大的成分。后来呢，则仔细查一查有关的新闻源啊，就发现实际上沙特呢，他们在宣布说考虑在中沙贸易之间的这个能源交易部分呢，开始使用人民币啊，就说沙特就有可能会用人民币来和中国进行这个石油交易，是有这么一回事，而且是正在考虑，而且呢，就是要买的话，也得是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下全都是使用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呢，真想走向国际化的话，还要慢慢的来，现在也没到这个时候。你说亚洲国家，就算是咱们买油都用人民币，那亚洲国家怎么可能都用人民币去向沙特去买油呢？这个消息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不过中沙之间啊，人民币的交易在中沙贸易之间可能性是非常的大了，而且开始使用了。会逐步的提升这个比例。本身沙特对咱们的贸易之间，它就是顺差嘛，它到时候有了很多人民币，它又可以干别的很多事情，这都是可以用的，都用得上的。它用了人民币可以大量的购买我们的产品，而且一旦沙特和我们能源交易开始使用人民币了之后啊，它其实这是有一个连带。有这么一个连带作用，而且有这么一个龙头这么一个效应，不仅仅是在能源领域，可以在其他的贸易领域都开始成为一个结算货币，而且这个量会逐步的走大。那不可能现在一下子全都是人民币，它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几点。第一，这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趋势了啊。我们的贸易量会越来越大，而且我们是会越来越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的需求也很大，我们的开放程度也很高，那自然用到人民币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第二一个呢，我们看和中东贸易之间呢，我们主要是这个石油和能源的交易，而这一块啊是最有可能最先使用人民币，并且由此呢一步一步扩展出去了。再加上现在我们和中东这些国家，特别是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这些石油国家，我们的政治基础、政治环境比较好，那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速度也就会更快一些。第三呢，如果真的是人民币开始一步一步的在能源领域、在其他的贸易领域，它的使用量会增加的话，那肯定会冲击到石油美元啊，这是不用说的。光是冲击到石油美元，人民币最终呢，它会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一种结算货币。因为说到现在啊，咱们还是得客观的看啊，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这个主要结算货币我们暂时还是排在第4呢，第1是美元，第2是这个欧元第3呢是英镑。其实我们和日元差不多，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略高一些，要是统计动态数字所以我们是第4、第5，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们是已经排在这么一个位置上，但是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大概在世界贸易结算量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到现在大概是在6%这么一个比例。我们说一个货币它是否能成为国际货币，比较重要的是几点。第一个，你首先是不是成为结算货币，大家买东西都用这个。第二一个呢，你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就是一个国家它会用你的货币作为它国家货币储备的一部分因为它觉得你的货币的信用度比较高，比较可信。第三一个，它最高等级的是其实成为这个投资货币。那成为投资货币的呢，它有意味着你这个货币就要实现自由的兑换，要实现金融的全部的对接和开放。那现在很显然，我们离这个投资货币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不过现在一些国家呢，已经开始把我们人民币开始作为储备货币了。我们先从结算货币往储备货币，最终会成为很好的投资货币。这条路子是很明显再往下走了。你要说美国坐在那儿，他真的是看得有点眼急因为这个真是冲击他这个美元冲击了美元，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一旦出现松动之后，那整个美国的霸权体系会出问题。美国霸权体系它有几个重要的支撑支柱。我们不要一提霸权强调都是军事，其实军事排在后边，美国的这个金融它是排在前面的，金融科技后边才轮到军事呢。我想只要我们走好我们的路，我们逐渐的稳定的发展的话，
人民币啊成为一个非常硬的国际货币，肯定我们是能够走到这一天的。